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赤色要塞威力加强版。除了传统的红绿小车之外，还可以选择坦克和小兵。这个小兵叫做冷锋，一听名字就非常的猛啊。坦克的话，它的血量比较高，但是移动速度比较慢。小兵呢，它的血量是最多的，有30滴血，但是只有1条命。并且呢，它缺少一种武器，就是副武器。好的，咱们捡到了火箭炮。这款游戏有很多种武器，咱们可以通过菜单进行选择。另外还有一些道具，包括子弹时间、空中支援、保护罩，还有冲刺。这种道具里边，冲刺应该是最不好用的。咱们捡到这些人质之后，会得到一些加强，比如说给咱们增加血量、增加道具的数量、增加人物的移动速度，还有射速等等。这款游戏是由 UP 主杜可爱迪亚制作的。之前我好像录制过一期，但是现在的版本到了 0.73， 还加入了生存模式和 Boss Rush。游戏的素质是非常不错的，也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这位 UP 主，在游戏更新的时候，你能够第一时间玩到。既然叫做威力加强版，那敌方呢也进行了加强。第一关你就能看见很多发射散弹的敌人，而且这款游戏的 BOSS 也都变强了。左上方那个炮台发射的就是3项的子弹。咱们主武器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，后面捡到的话都会给大家换上，演示一下。咱们的血量已经来到了33，但不要觉得很多，因为后面的 BOSS， 尤其是第4关之后，打一下可能要掉几滴血。火箭炮升满了，已经是4项了。这里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就是开着车和坦克，咱们救走很多的人质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我现在只有1个人啊，我是扛着他们吗？这是怎样的杂技动作才能做出这种效果呀？这是4种技能，我就用一个子弹时间吧。第1关的 BOSS 战，其实选择小兵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移动速度，没有对面的坦克快，被撞到的话就要掉血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看见这些坦克的 AI。比原作要强很多，我的天，这个货啊，散弹，而且射速非常快。这样的话，第1关过关了，就等于是用血量扛过去的。第2关，打 BOSS 好像掉了3滴血。小兵扛了个火箭筒，这种车是非常危险的敌人，因为它的性能也有变化。它扔出它的炸弹的时候速度非常快，直接就糊脸，玩家几乎是没有反应时间的。我什么时候移动速度能上来？增加了一堆技能。这里的技能其实就是道具。我记得旧的人质里边有给玩家增加移动速度，还有降低射击间隔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新的武器，咱们切换一下。
速射击枪。我的天，魂斗罗呀！用的是 S 弹，而且呢，你有30条命，但这个 S 弹比较弱呀，只有3项，魂斗罗大概是5项吧。子弹的攻击力要低于火箭炮，但是呢，大概是3发子弹相当于1发火箭炮。发射冷却降低了12%，那这样咱们射得更快了。不过呀，这个武器有点短，因为火箭炮能够崩出4个火花，这个武器的射程只有子弹这么远。大家要记住啊，短绝对是最致命的弱点。你的射速、你的输出是无法弥补这个缺陷的。所以说这个武器咱们就暂时用一下，后面还要换。慢一点往前走，前方这个车非常讨厌。像这种重置的版本，难点主要来自于哪儿呢？来自于现在这个重置版和原版的不同。大家刚才看见了吧？刚刚那辆小车扔了一个炸弹，速度非常快，直接就扔我头上了。我看这2个获得子弹速度没法躲呀。这里又加了一滴血，前方呢就是 BOSS 战。BOSS 咱们快一点打，夜长梦多呀，因为这款游戏的 BOSS 战部分出现的小兵的数量要多于原版。你看后方那个坦克追我追得非常紧，而且一直在发射子弹。它的行为模式和原版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你应对起来就感觉有一点困难。主要其实还是适应的问题。第3关了，这款游戏也是6关，但是你看它整个屏幕上展示出来的内容，战场的宽度比原版是要多的。捡到了一个重机枪，这又是一个新的武器，切出来给大家看看啊，一会儿。好，重机枪就是这3发子弹都是向前射的。本关捡到的武器数量非常的多，后面还有。人质可以捡的话，最好还是捡，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的道具，增加你的血量，增加了12%的移动速度。又给了一个新武器跟踪导弹。跟踪导弹的性能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它是无法穿越障碍物的，在一些特定的地形还是非常有用，而且它的射程非常远，这是一个优点。射速并不是很快，第1发完事儿之后消失了，你才能够射出第2发。停车场我记着是有一个隐藏道具的，咱们炸一下。捡到了超级火焰喷射器，这个超级火焰喷射器啊，它就是最终 BOSS 那门主炮，射击的间隔时间非常长，但是呢，射击的距离非常远，而且有穿透的效果。虽然只是一个玩家的重置版，但是这些武器的特点都非常的鲜明，在不同的地方适合用不同的武器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系统。那不好的武器系统什么样呢？虽然你有很多种武器，但只有那么1、2种好用。这个武器就是射得猛啊，而且很长。
但是间隔时间，咱们发射出一发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危险的，因为你无法再发射另一发了。但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跟踪导弹比较好用。又可以放人质了，我可以不用扛着他们了呀。作战能力放一边啊，这是真的有劲的。扛了10多个人，还可以和敌方进行战斗。点这个，这是一个全屏攻击。第3关的 BOSS 形态上和原版就不大一样了。挨了一发子弹，我感觉移动速度还是有一点欠缺，再加速一点就好了。先打2个小潜艇，这个 BOSS 这个船啊是开过来的。而且呢，如果他开过来一次性，你没有把他所有的小炮都打碎的话，他还会再返回来。但这里的难度就比原版高得多了，因为原版的话受到红白机的技能限制，那 BOSS 发射的子弹是有数量上限的，大概就那么几发，因为多了它也显示不了了。但是这个版本所有的子弹都可以显示出来。红屏20-30发，好的，还差1门小炮。我刚刚是放了一个子弹时间，但是也挨了子弹。主要的问题就是保护罩不太舍得用，因为还想着最后一关的时候用。这样的话3关过了。游戏的节奏感觉比原版要慢，因为有很多的新的元素要给大家展示，而且 BOSS 战的部分难度也比原版要高。屏幕的右上角角落可以看见一个导弹发射井，把它干掉。因为咱们现在的武器对付这种导弹还是有点吃力的。话音未落就挨了一发，来吧，还是使用跟踪。我觉得跟踪导弹可能是在关卡的推进流程当中是最好用的。而且它可以打到屏幕之外的敌人，尤其是那些屏幕边缘的。但这个版本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敌方在发现你之前，在你进入它的射程范围之内，还是不会动的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可以使用跟踪导弹来打他们。移动速度加15%，哎，现在这个移动速度用起来还是很舒服的。这种地雷，咱们在后面会见到更强的磁性地雷，它呢会向玩家进行移动，听起来更难了。我的天，这是一个5项的小炮台，这个5项的炮台看起来就比较像魂斗罗的散弹了。咱们把人质交出去的时候，也有概率获得一些道具或者加强。这关 BOSS 非常难。首先呢 ，BOSS 从1个变成了2个，而且呢 ，BOSS 有很多的新的子弹。
每个 BOSS 呢2个形态，变成红色之前，它是既可以发射子弹，也可以发射跟踪导弹的。那变红了之后呢，它还会发射那种大黑球，以及它也会发射咱们那种会崩出很多火花的火箭弹，这就很难。而且这个火箭弹的攻击力很高，打一下不是一滴血。2个直升机，这关千万不要着急，慢点来，否则的话这关损失会非常的大。我已经把要攒到后面的防护盾拿出来了，你看它开始发射这种黑色的球，而且是散弹，要小心变红之后的敌人。哦，上面那个发射了一个超级的火箭弹，蹦出了很多的花呀，感觉比我的武器要好用多了，而且地面的小兵也需要清一波。开了一个防护盾，但是不管是防护盾还是子弹时间，持续的时间都非常的短。刚刚是被超级导弹击中了一下，大概是掉3滴血。咱们应该已经干掉一个了，又被击中了。好的，这个 BOSS 我感觉比最终 BOSS 还难，因为最终 BOSS 的时候咱们可以把所有的资源都用上，但这个 BOSS 呢，咱们还需要有所保留。第5关，第5关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，所以说没有穿透效果的武器实用性就要差一些，包括跟踪导弹，所以说咱们还是使用传统的火箭炮。看这枚地雷向我飞过来，很危险啊！我又需要把他们扛起来了，而且好像本关的人质比较多，我大概要扛20个。这真的是天生神力啊！没有天生神力呢，好像也玩不了赤色要塞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隐藏的武器，把这个坦克干掉。好的，激光炮，激光炮也无法穿越障碍物，射程范围也很长。哇，这个雷，一个常规的地雷，然后来一个跟踪的。这是2门散弹的炮台，只能使用这种火箭弹来打它了，其他的武器过不去。这种红色的子弹射速快，它竟然还能够发射2项，这就过分了。我的天，这个地方啊，传统的打法就是一边开着枪，一边往左边走，就把他们干掉了。但是看刚才这个敌人明显是不行，刚刚发射大黑球那个坦克，竟然发射一串，而且射速也很快。这个重置版敌方真的也是进行了加强。我现在的移动速度不错了，感觉躲一些子弹也能够躲得开了。开了一个子弹时间，子弹时间就是慢动作呀。还有一个冲刺的道具我没有用，冲刺的话大概能冲刺多远呢？大家看见炮台的这个掩体了吧？大概能够冲出一个掩体那么远。那个道具可能是给车辆还有坦克用的，咱们使用小兵的时候真的是不好用。
行了，把人都卸下来了，轻装上阵。空中支援，空中支援就是召唤一个飞机，然后向地面扔出很多的炸弹。把这个 BOSS 看一下吧，这个 BOSS 比原版要难。原版的话，车库炸1发就完事儿了，这个版本大概要炸5发。5下才能打完一个车库。而且呢，对方的支援里边竟然有下一关才能出现的直升机。车库里边还会出现超级坦克，这种超级坦克后面还有加强的。最终 BOSS 的时候呢，会出现那种灰色的，灰色好像要打4下。所以最终 BOSS 呢，我就用所有的资源和最终 BOSS 拼命了，不管这些小兵了。好的，咱们最后一关。这款游戏如果能够找到小伙伴进行双打的话，那肯定是一个使用坦克，一个使用这种小兵。传统的小汽车反而就没人用了，因为没什么特点。救人质，移动速度又增加了10%，这样的话风驰电掣呀！人质一定要救啊！这里应该有4个人质房。36滴血。那看我现在的血量，我就更倾向于和最终 BOSS 拼命了，因为之前的 BOSS 打的都比较保守，我已经小心翼翼的玩了整场了。打最终 BOSS 的时候呢，咱们就任性一点。40滴血了。右边是个死胡同，但是这里边有隐藏。加了1滴血，41。前方这个场景，地面的这些飞机也可以打爆的。原版里边这只是障碍物，只是背景而已。我还是感觉我能扛这么多人质啊，实在是太 bug 了。因为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赤色要塞的阶级版，赤色要塞的阶级版车上的人质数量也是有限制的，太多了都放不下。我作为一个血肉之躯啊，单单是扛着就比车里装的多。这个地方要冲上去肯定会掉血。直升机飞到脸上了。前方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五角星，这个五角星应该是加血吧，加了2滴血。其他的坦克还有吉普车捡到的话应该是奖命，但是咱们使用小兵的话是不能奖命的。距离 BOSS 战不远了。这种导弹发射井，隔着障碍物把它干掉。前边这个电梯，我冲的猛一点，可以从中间冲过去。但是这里咱们有更省心、更安全的方法来解决，就是使用跟踪导弹。前方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给大家先演示一下空中支援。哇，很大面积的爆破，但是使用的时候咱们不是无敌的，所以说我也掉血了，场面比较混乱。使用的时候呢，也看不清自己在哪儿了。好，最终 BOSS 登场，我把护盾拿出来，然后呢，开打。
咱们40多滴血啊，无所谓了。最终 BOSS 也有加强，他上方的机枪是散弹了。这个最终 BOSS 六亲不认啊，自己的坦克也打爆。这些坦克阻止我往左边移动啊，这个真的讨厌。我的天，他疯了啊！他疯了！你看他的机枪都什么样了？来吧，和他对喷啊！别以为我射的不猛。咱们的防护罩还有，好的，通关。这个重置的版本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尤其是它的武器系统还有道具系统，再加上各种 BOSS 的加强，玩的时候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还是要再次的感谢这款重置版的作者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赤色要塞威力加强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一个游戏再见。